我决定要来显化新的情人了。哦，很不错啊，那你要怎么做呢？我决定要在满月的时候跪在月光下，向老天爷祷告、哭诉、拜托，请求他给我一个全新的情人。喂，祷告不用这么可怜吧，还哭诉哦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B。前面这个小短剧其实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真正的故事哦。在我还没有很了解显化以前，我常常都是这样子祷告的。那时候想说啊，满月的时候应该比较有能量吧，这时候跟老天爷祷告，他们应该会听见吧。然后就跪在地上对着月亮祷告，有时候还会激动到哭出来，因为那时候对显化真的很不了解，以为自己一定要用这样子哭泣请求才代表我很有诚意，以为这样子愿望才会实现。可是呢，那个愿望好像也没有实现。一直到我开始研究吸引力法则啊、假设法则啊，认真的研究显化之后，我才开始知道，原来我以前都做错了。原来你要祷告，你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子跪地祈求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根本就不用这样子。今天要介绍的就是《祈求成真的秘密》这本书，是 Neville Goddard 写的，他是大约100年前的显化大师。他教导的假设法则 Law of Assumption 已经帮助非常多人显化梦想咯。在我的频道里面，我常常会介绍 Neville Goddard 的故事，还有他的学生的故事。那今天我想来讲一下这本书，它是最新出版的。因为关于 Neville Goddard 的著作啊，它大部分都是英文的，很少有中文翻译。非常感谢柿子文化竟然把它翻成中文了，而且这次非常荣幸，出版社邀请我写推荐序，真的非常荣幸。所以里面有我写的推荐序，写推荐序也是我今年一个小小的愿望啦。就是大概在几个月之前呢，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书本啊，前面有一些推荐序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说，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写看呢？但那时候并没有说很相信自己一定会写，也没有很强烈的在许这个愿望啦。然后还是非常顺利的发生了，就受到了出版社的邀请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假设法则有一个精髓，就是说你要假设愿望已经实现，这样子你就不用去烦恼愿望会怎么实现，因为当你已经假设它实现了，当你活在最终场景的时候，实现的方法自然就会出现了。这样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神奇啊？你好像什么都不用做，方法就会自己出现了。对，其实你要做的也是最困难的，就是让自己保持在愿望已经实现的那个状态里面，而且要去感觉那个状态哦，感觉非常的重要。当你已经感觉愿望已经实现的话，你就不会去烦恼啊、担心啊，因为愿望就已经实现了嘛，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在一个比较开心的情绪里面，感觉也会非常的好。第一章讲的可逆性法则非常酷哦，他是说啊，很久以前我们知道声音可以让机械运动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机械也可以创造出声音哦。直到最近我们才有留声机或者是音响，就是利用物理的运动来创造声音。所以声音跟物理运动是一个可逆性的状态，它们可以互相转换哦。电能跟磁能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，电能可以产生磁场，磁场也可以产生电场。所以基于这个可逆性的原理啊，如果你有一个想要的目标，你就可以借由这个目标去回推你会发生的过程。这边分享一句话，当你明白实现目标时你会有什么感觉，那么就让它逆向而行，你就可以知道透过唤醒这种感觉可以实现什么样的状态。我们在显化的时候常常会卡在我不知道要给什么样的 input 才会得到我想要的结果。那可逆性原理就是说，你只要让自己维持在这个结果的状态里面， input 会自然出现，你不用去烦恼你要给怎么样的 input， 它是可逆的。我们直接来讲一个故事吧，这样子你会比较好理解。这个故事我非常喜欢哦。Neville Goddard 有个学生，他写信来告诉他这个故事。她是一个女性，她说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希望能够去看一个很有名的舞台剧。那一个舞台剧刚好在我家附近上演了，我非常想要坐在舞台中间前面的位置，但是我没有足够的钱买票，我可能连2楼的位置的票都买不起。那一天晚上我非常坚持，我一定要看到这一出舞台剧。我就在睡觉的时候想象我在看着这一场舞台剧，而且我坐在离舞台很近前面中间的位置，就是1楼最棒的位置。在我的想象中，我可以看见
在舞台剧要开演的时候，大家热烈的掌声，我也看得见那些演员正在舞台上，我感觉到我内心的激动和兴奋。我这样想着想着就睡着了。隔天舞台剧就要上演了，可是我的经济情况还是没有变好啊，我还是没有足够的钱买最棒的那一个位置。我身上只有1块钱37毛，而且我必须要用这些钱来加油，所以我可能只能用37毛而已。但是昨天晚上在我的想象里面，我已经在那一场舞台剧里面了，所以今天我还是决定要好好打扮自己，因为我真的要去看那一场舞台剧。就在换衣服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我那个不常用的包包里面竟然有钱，里面有1块钱45毛。我非常开心，而且坚信我一定可以看到舞台剧的。我到了舞台剧的售票窗口，可是当我一看到价钱的时候，我心又冷了一截。原来1楼摇滚区的位置要3块75毛，我没有这么多钱啊！我看了觉得很失望很难过，就决定先走到剧场对面的咖啡店买一杯茶喝一下。那一杯茶花了我16毛。喝完茶我才发现，我忘了 check 一下2楼的票要多少钱，我怎么那么快就买饮料呢？我就赶回去售票窗口，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2楼的位置。那一张票要1块钱55毛。买完之后我已经剩下没有多少钱了。我走进戏院里面，那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说2楼请往这边走，要走楼梯哦。可是我想说，在我的想象里面，我是坐在1楼中间的位置啊，那我要去2楼吗？不要好了，我还是决定直接去1楼。不管那个工作人员，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到1楼去。我走进1楼的女厕里面，先休息一下。这个时候我还是非常坚持，我一定会坐在1楼中间的最棒的位置。我就开始深呼吸，调整我的情绪，想象我就坐在1楼中间最棒的位置。舞台剧已经差不多要开始演了，我还在那边深呼吸调整情绪。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群女生就走进厕所里面，我就听到她们在讲话。其中一个女生她说：哎呦，我等 Amy 等了很久耶，她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呢，我们就只好先进来了。可是那个票已经被工作人员撕一半了，所以票我们也没办法送给别人了。真是太可惜了，太浪费了。我一听到就很开心，就跑去跟他们说：不好意思，那张票可以让给我吗？我真的很想坐在1楼。那一群女生很大方，就把票直接给我了，还要我参加他们，跟他们一起看舞台剧。没错，那一张票的位置就是1楼第6排最中间的位置，也是最棒的位置。开演的时候，全场起立欢呼的那个画面，就跟我昨天晚上想象的一模一样。我就坐在中间最棒的位置，看完了整场舞台剧。这边要分享一个句子：想象力与信念是创造外在条件所需的唯一心智能力。晚上可以想象你想得到的东西，同时也要相信你一定会得到它哦。其实平常也有一些观众会问我说，他已经想象了，可是为什么还没有成真呢？很可能就是因为你缺少了信念哦。想象力跟信念加起来就是非常强大的显化力哦。再来要分享的这个句子是：你吸引的不是你想要的东西，而是你相信为真的事物。你相信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；你相信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假的，它就是假的。我自己的话，我曾经有一阵子喜欢看新闻。那时候呢，佛罗里达会有一些人他遇到鳄鱼的攻击，因为佛罗里达那边有很多鳄鱼。遛狗可能要特别小心了，遛狗遛到最后，狗呢被鳄鱼给咬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这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，这个狗主人他的狗就被鳄鱼给咬了，他完全不想把他的狗就这样放掉，所以他也跳下水，把这个鳄鱼的双嘴把它给掰开，救出他的爱犬。然后我就看到一些比较恐怖的新闻，是说那个鳄鱼直接吃掉人，我就非常的害怕。所以有一阵子呢，我就一直在看佛罗里达的鳄鱼的新闻，然后越看就越害怕，就有点洗脑自己。可是明明我就不是住在佛罗里达，我是住在加州嘛，那时候加州也没有鳄鱼啊，可是我就会一直看到鳄鱼的新闻。结果呢，很快的，在我家附近就听说有人在养鳄鱼，而且还上新闻。那个人还去遛鳄鱼哦，把它带出去，在公园那边散步，吓死我了！就在我家附近。我看到那个新闻之后，我就发现其实这也是我吸引来的，因为我一直在相信，就是一直去看有鳄鱼的新闻，所以我就相信鳄鱼是存在的，是很多的。
所以鳄鱼就真的在我家附近这样子。那之后我比较不去看鳄鱼新闻的时候，这些东西也就离我而去了，我就再也没有遇到说有人在遛鳄鱼的事情。所以这几个故事都是印证了你吸引的不是你想要的东西，而是你相信为真的事物，给大家做个参考哦。再来要分享的一句话是：接受结果本身，实现目标的方法就会随之出现。最深思熟虑的思考，也不如接受结果所指引的方法来得有效。当你已经活在终点了，已经接受你拥有你要的东西的时候，方法会自己出现。比起你在那边绞尽脑汁的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显化我的目标啊，还有效哦，因为方法会自己出现。你在那边想都不一定可以想到实现目标的方法。显化最快的方法就是活在最终场景。 A 点到 B 点最近的距离是什么呢？很多人都会说是直线吧，其实不是。 A 点跟 B 点如果直接叠在一起就是最快的方法了，因为 A 点直接就变成了 B 点，他们根本不需要经过什么直线啊， A 点就是 B 点了。所以你想要什么东西直接变成那个状态是最快的方法。再来讲一个故事吧。这位女性呢，她是 Never Garden 的学生，她是一个画家，她的画是专门用来做室内装潢的，尤其是给小朋友的房间做装潢的。她可能画的是比较小孩子比较童趣可爱的一些画，但是她说啊，我的家人跟朋友都非常不看好我，他们觉得我的画一定卖不出去。可是啊，我之前去参加你的演讲，我听你介绍假设法则，我就相信我一定也可以来实现我的愿望。于是我开始每天想象我在一个画展里面，墙壁上都是我的画，这是一个我个人的画展，没有其他的艺术家，墙壁上全部都是我的画，而且有一些画还贴上了已经卖出的贴纸。而且这个画展里面啊，有好多人哦，大家都讨论得非常热烈，非常看好我的作品。我每天都这样想象哦。结果过了没多久，我把我的画给一个朋友看，他就突然拿去给他另外一个朋友看。那个朋友是有在卖艺术作品的，他有开了一间店在卖画。那个朋友竟然说要帮我开个人的画展，而且就在画展要开始之前，有一个室内设计师也跑来找我，请我帮他设计一个小男孩房间里面需要的画，而且我的作品会刊登在杂志里面哦。就在我的画展里面，又有另外一个室内设计师跑来找我，他非常喜欢我的画，他要把我介绍给更多的室内设计师，还有一些会跟我买画的客人。我的画展超级的成功，也卖出了非常多。有趣的是，这几个人都是自己来找我的，我并没有出去找他们哦。这些都是在我开始想象我已经举办个人画展之后才发生的，原本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让这些事情发生的。只要你愿意让想象力创造实相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些故事，我之前也录了很多影片来介绍 Never Garden 跟假设法则，这边有一个精选集可以看看哦，内容非常的精彩，非常推荐哦。这本书《祈求成真的秘密》也在最近上市咯，链接在下面可以去看一下哦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看更多这样的内容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